在北美，你一定见过这样一些小餐馆，店铺不高，流线型，有不锈钢的外观，里面的布局也是卡座和吧台，很像放大的火车餐车，很多招牌都带有 diner 这个单词，也没有找到适当的中文翻译，这里我们就叫它餐车餐厅吧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麦当劳、肯德基等连锁快餐兴起之前，餐车餐厅是美国普通大众工薪阶层外出就餐的主要场所。2021年，全美有13439家麦当劳，归类为餐车餐厅的饭馆约有8800家，很多社区仍有餐车餐厅提供服务，也被上年纪的美国人当作家外的家。这期视频达克讲讲餐车餐厅的故事，是如何从一辆卖零食的普通马车开始，经过美国商业运作，成为一个产业，扩展到全社会。除了查资料，达克还找到住家附近的几家餐车餐厅体验。因为早年失去父亲，11岁的沃尔特·斯科特就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街上兜售糖果和报纸。美国内战后，斯科特曾进入报社做事，当时餐馆都在晚上8点打烊，上夜班的人吃饭成了问题。有兜售零食经验的斯科特就向同事有偿提供零食。1872年，斯科特干脆辞掉报社的工作，买了辆旧马车，装上帆布顶棚，晚上拉着食物在有人工作的地方流动做生意。马车也常常停在当时的市中心，每天傍晚到凌晨4点，斯科特以当时5美分，现在1块1毛钱的价格出售套餐，包括1块火腿三明治、1个煮鸡蛋和1杯咖啡。如果愿意多花钱，30美分，现在相当于7美元，可以买一大盘鸡肉。因为独此一家，生意很不错。不过大半夜一个人出摊，人手少，加上光线暗，有客人吃完不付钱就溜了。斯科特于是想了个办法，先把有疑问顾客的帽子扣下来做抵押。即使如此，他后来还是积攒了很多各式帽子。斯科特经营夜宵生意，一直到1917年退休，这时已经有很多人仿效他的生意模式了。斯科特每天晚上出摊，引起了鲁尔·琼斯的注意。琼斯是当地的警察，常常晚上巡视街道。看到斯科特生意不错，琼斯决定也做这个买卖。1883年，他辞去了警察工作，找马车厂专门制造了一辆适合摆摊的餐车。到1887年，在普罗维登斯，琼斯至少经营了7辆这样的餐车。琼斯有个表弟在麻省伍斯特，他不仅学表哥经营摆摊，还造了40多辆小货摊车来卖。这又吸引了当地一位做建筑的商人查尔斯·帕尔默的兴趣，他买下了大部分琼斯表弟的货摊车，然后经过重新改装设计，并申请了专利，于1891年推出了更实用的便利的餐车。餐车采用封闭车身，前轮小，后轮大，里面用柜台将厨房和用餐区分开。用餐区有凳子供客人坐着用餐，也可以从窗户将食物递给窗外的顾客。帕尔默还给这款车取名为猫头鹰，意思是为夜猫子特意定做的。早期的菜单很简单，加火腿、鸡肉或者奶酪的三明治、苹果派和咖啡。1900年前后，在伍斯特、纽约和新泽西有多家造餐车的公司成立，其中伍斯特的托马斯·巴克利最有影响。他不但经营类似的连锁餐车，还专门造餐车。到1892年，巴克利的公司造了75辆做街头餐饮的马车。1898年时，每月生产6到8辆。当时全美有275个城镇有他们公司经营的餐车。巴克利的公司还出售餐车的餐具、刀叉、杯盘等。巴克利在纽约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。当时纽约的酒吧为了吸引顾客，为花1毛钱买2瓶啤酒的顾客免费提供午餐。纽约市教会禁酒协会为了吸引人们远离酒馆，从1893年起提供补贴给巴克利，在纽约市中心设立餐车，
人们只要花3美分就可以得到一样的午餐，其实就是一杯咖啡和2块玉米饼。仅这1年，巴克利的这辆餐车就卖了67000份午餐。到1898年，禁酒协会在纽约市拥有8辆这样的餐车，向居民提供了23万份午餐。随着汽车的发明普及，城市的道路并没有扩展，马车餐车便带来了问题，一是交通堵塞，二是影响了固定餐馆的生意。在利益集团和居民的游说下，各地开始限制马车餐车的经营。1905年，巴克利的餐车公司推出了尺寸更大、设备更全的餐车，目的是安置在固定的地方，不用每天移动。这样的餐车也可以接上水电和煤气，加工提供更多的食品。与此同时，纽约的帕克里克、蒂尔尼按照当时有轨电车的样子打造餐车，并借用铁路上餐车 diner 来命名。内部的布局和早期的马车类似，设有厨房、柜台和卡座，但是采用了电灯代替煤油灯，金属件代替了木材，档次一下提高了很多。蒂尔尼以每辆1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的餐车，而且提供全套培训。1917年，蒂尔尼去世时已经是百万富翁，公司也是上市公司。在新泽西，1912年，杰里·奥马霍尼和同伴打造了自己的餐车，先是自己经营，然后以800美元出售。从1917年起，奥马霍尼公司专门生产预制的固定餐车，说是餐车，其实就是整体的建筑，制成的餐馆送到目的地安装。到1952年停业，这家公司一共生产了2000多家餐车餐厅，销往全美各地。至今还有一些餐车仍在运营。从流动到固定，餐车餐厅成为美国饮食文化的象征，几乎每个城市和城镇都有 diner。 研究历史的学者说，餐车餐厅是一个友好的地方，任何人都可以坐下来吃饭，通常是夫妻店和个体户经营，提供基本的、家常的、新鲜的食物，而且物有所值。虽然各家的菜单各异，但是三明治、汉堡、奶昔、玉米饼和煎蛋卷这些几代美国人的菜式是各个餐厅必备的选项。经营餐车餐厅也是很多新移民的选择，就像中餐馆后来的普及，语言不好的新移民第一份工作常常是在餐馆，这也让餐车餐厅的风格各异。餐车餐厅也是亲民和拉选票的地方，每届总统都有到餐馆与民同乐的消息。后来，即使一些临街有正规门脸的餐馆，也做成餐车餐厅的风格。最著名的算是曾火爆的《宋飞传》里那几位活宝级主角常去的餐厅，就是完全复制纽约一家真的餐车餐厅的样子。这家餐厅至今还在营业，成了知名的打卡点。正因为餐车餐厅在美国普通大众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，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特别收藏了一家餐厅，而且还在营业。博物馆的资料也讲述了这家餐厅的来龙去脉。二战期间参战的克洛维斯·拉米对自己说，如果能活着离开战场回到家，我会开一家餐厅，一家全新的餐厅。1946年，拉米退伍回到家乡麻省，为了实现战争中的梦想，拉米从伍斯特的餐车公司订购了这辆40座的餐车。拉米说，开业后生意很红火，中午镇上鞋厂的工人挤满了餐厅，晚上去看演出前和演出结束后，大家也愿意到餐厅聚会聊天。每天餐厅都要营业到凌晨2点才能关门。拉米也很享受在柜台后和顾客聊天的时刻。梦想虽然实现了，但有个缺点，开餐馆工作时间太长，搞得拉米很少和家人在一起。经营了几年后，拉米将餐厅转让他人。新的店主将餐车搬到了麻省哈德逊镇，
同样因为快餐业的发展以及产业链的转移，工厂搬到了市镇外，食客逐渐减少，餐车餐厅逐渐衰落。1984年停业转让，这时候福特汽车博物馆正在寻找这样一个餐厅做展品，于是买下来，用了3年时间，按照拉米当年的样子翻新。1987年正式对外展出时，还特意请拉米和夫人现场参观。时隔30多年，拉米见到当年的餐厅，感叹简直是一模一样。餐厅一直作为陈列品在博物馆展出。2012年，博物馆开始尝试利用餐厅提供咖啡和零食，效果非常好。2016年，工作人员决定参照1946年的菜单，提供当年的午餐品种，让现在的游客回到当年，更直接体验一把餐车餐厅的感受。结果，在博物馆展区中央，一家正式的餐厅开业了，很受欢迎。我们参观那天，午餐就在餐厅解决。可能是博物馆里不能有明火，食物是预制后加热的，不过就餐的环境和体验很特别。今天早些时候，达克曾在乡间的一家名为大苹果的餐车餐厅午餐。餐厅建在乡村公路旁，尽管外观没有餐车的样子，但店名仍带有 diner 这个词。南来北往的路人到饭点估计都会停下来填饱肚子。这家餐厅的选择品种还比较丰富，达克点的是热三明治，孩子点的是鸡肉卷饼，搭配有薯条、土豆泥，外加腌萝卜。为了这些视频，达克在住家附近找到几家仍在经营的餐车餐厅，实地仔细再看一看，尝一尝。这几家餐厅规模都比较大，起码能容纳100位客人。这家76餐厅从1973年开始营业，是家族经营，每天早上6点开门，晚上10点歇业，早中晚餐都提供，选择很多。餐厅门上的装饰画提示76是指1776年美国建国时间，告诉客人店主绝对是位爱国者。在餐厅网站的留言上，达克看见客人是这样评价的：我们吃了一顿很棒的午餐肉饼和火鸡，那里的分量很大，而且很美味。为我们服务的那个服务员很友好而且细心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老式餐厅的良好体验，很大的地方，食物很好，服务员超级好，有很多停车位。我点了鸡肉沙拉配黑麦培根，配有薯条、凉拌卷心菜和酸黄瓜。女服务员真友好和时髦，我们每隔几周就去那里一次。这是一家舒适友好的餐厅，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它。湾月餐厅开业时间在1989年，老店主瓦西拉戈斯曾在纽约好几家餐馆工作过，也准备开家自己的餐馆。1988年前后，他开车回纽约长岛，路过这个街口，看到当时还很破旧的旧房产出售，凭着多年餐饮的直觉，决定将餐厅开在这里。于是买下旧的建筑，重新装修，而且全家从长岛搬到了这里。30多年过去了，餐厅已经稳稳地融入了本地的社区生活。现在餐馆是由瓦西拉克斯的2个儿子经营，餐馆每天自己烤面包、各种馅饼，牛排和鸡肉也是自己加工，切碎的鸡肉来熬汤，保证每天都有新鲜的鸡汤供应。顾客很多都是回头客，有的一天来2次，有的每天早餐来。达克点了玉米饼和烤香肠，味道确实和超市买的不一样。顾客留言说，这里的食物真的很好，餐厅提供丰富的菜单和许多美味的甜点，分量足，价格也很公道，服务非常好。用餐后您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是一家受欢迎的餐厅了。餐厅的外观也很棒。我在工作日去吃早午餐，非常忙碌。我很喜欢早餐的选择。我妈妈点了法式吐司配桃子和奶油，我点了苹果煎饼。我们最后把1半多的饭菜带回家了，因为分量很大。我们的服务员和厨师都很棒，食物很快就上桌。尽管这个地方挤满了人，但比我去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快地拿到了食物。
服务员非常细心和友善，饭菜分量很大，而且很美味。这家餐厅刚换了主人，新店主奥托迈尔从餐馆的洗碗工做起，然后到美国烹饪学院学习烹饪。1993年毕业后，担任过多家饭店的主厨，也经营过自己的餐馆。2021年盘下了这里的老餐馆，每次路过看见店外的车都很多，这次进来探探店。点了这个肉饼丝的午餐，配菜是蔬菜和土豆泥。坐在吧台可以看见店员操作，进进出出，时不时打个招呼问个好。与正式的高档餐厅和连锁快餐店不同，土生土长的餐车餐馆非常接地气，门口放着社区报纸，小黑板上是本地理发师、水暖工的小广告，店主的名字和故事也为人所知，而且餐馆的价格也很公道，我这几餐也就10几美元，这种体验就像北京早点铺那般熟悉。